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单元是产后的生理、心理变化与照护。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大纲包括了产后妇女的生理变化、心理变化，还有生理跟心理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维持心理健康的策略。在产后的生理变化方面，我们大概可以把生理变化分为生殖体系的变化以及全身性的变化。在生殖体系的变化，包括子宫、乳房还有伤口的变化。我想这一部分是我们在产后护理机构服务的护理人员所清楚的。我只是要再强调一下，在产后的生理生殖的变化方面，是子宫底高度的变化。我们都知道，正常状况下，产后妈妈的子宫底高度会随着产后的天数，每天大概下降1横指，所以到了7到10天。应该没有办法在腹部摸到子宫的位置，因为子宫已经下降进入了骨盆腔里面。因此在产后照护产后妈妈的时候，如果2个礼拜了还摸得到妈妈的子宫，那可能就是有问题了。我们护理人员必须要赶快的转诊，把妈妈转到妇产科医师那边去进一步的做诊断跟检查。此外，在肌肉方面，我们会发现由于怀孕的过程中，子宫不断的增大，所以腹部的肌肉要承受的压力跟支撑也会变大，因此腹直肌跟腹中间肌会有分离的现象，这是一个正常的历程。但是在产后照护的时候，必须要学会如何的评估妈妈的腹直肌分离的状况。我们通常都是用手指头的宽度来形容分离的状况。譬如说，它是2个指头横指的宽，就讲说它的分离程度是2个指头的宽度。那这个历程中，我们护理人员可以鼓励妈妈随着产后的进展，教导他们执行产后的一些腹部的收缩的运动，例如可以把枕头拿掉，请妈妈尽量把下巴靠近胸部，这样子的腹部肌肉收缩就是一个很简单而且有效的腹部收缩运动。再来，在全身的变化方面，很多的妈妈会提到怎么样减重，甚至于有产后弱发的现象。这个产后的体重的变化是慢慢的，随着产后的时间慢慢的减少体重。我们不建议很积极的、很激烈的进行节食等等的减重方法，因为产后的身体也需要恢复，尤其是不喂母奶的妈妈，每天的热量反而要增加5个100大卡，才有办法面对处理产后的乳汁以及哺乳的问题。那在弱发方面呢，主要是因为产后的妈妈女性素的下降，会造成弱发的情形会比较明显。再来是生产过程中有出血的情形，再加上如果产后的心理没有准备好，会有压力以及疲惫的现象，这个都会造成弱发的状况会比较明显。正常状况下有弱发的情形大概会持续半年6个月左右。如果妈妈到了产后1年12个月还有感觉到弱发很严重的话，那我们会建议妈妈就必须要去寻找专门的皮肤科医师来做诊断跟治疗。那这一方面就是在产后妈妈的生理方面的一些变化的状况，希望学员能够再加以复习了解，以帮忙我们产后的妇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产后的妈妈心理的变化。我相信大家都很熟知Rebecca Rubin 在1982年提出他的一些发现。他把产后的妈妈的心理变化分为3个期。第一个期是所谓的接受期 taking in 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面，产后的妈妈会把她的焦点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你跟她接触的时候，大概她会一直提到她的怀孕分娩的历程，很想要跟周围的人去分享。那这个时候她的焦点重心就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taking in 接受期。大概是在产后的1天到3天，每个人会有不一样，所以护理人员在接触妈妈的时候，就要敏感的察觉她现在是在属于哪一期，然后要提供怎样的个别性的帮忙。
接受期之后就是所谓的紧执期 taking hold 的时期。 taking hold 的时期跟 taking in 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时候妈妈的焦点跟注意力会转移到她周围的人事物，所以她这个时候开始对于宝宝的照顾、宝宝的现象开始有兴趣了。所以护理人员应该要在这一期的时候提供她有关于育儿方面的协助跟指导。再过来呢是所谓的放手期 letting go 这个时期。其实 letting go 这个时期主要是妈妈的心理的一个变化转移。例如说，很多的妈妈在怀孕的过程会对她生下的孩子有一些的想象，然后她生完以后她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一个母亲，会有一些期待。可是当产后 baby 生出来了，她开始要照顾这个 baby， 她会发现很多的现实的状况跟她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妈妈这时候就要开始做一些协调调试，进而才有办法适应她的新的现实的状况。所以我们把这一期称为 letting go 放手期。接下来讲到心理的变化，我们就会提到我们希望产后的妈妈她的心理是健康的。那什么叫做心理健康呢？从世界卫生组织里面有提到，其实心理健康不是指说没有精神的疾病，这个是最低的门槛。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他的心理健康是要能够他自己清楚的了解他自己是有潜力的，是在哪里，而且这些潜力可以帮忙他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能够活得精彩丰富，而且对社会有贡献。可见心理健康对一个人的重要性绝对不会低于生理的健康。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从不同的面向来看心理的健康这个方面，我们护理人员绝对要非常的注意。就是呢，我们服务的对象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呢他们对于别人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们是活在社会里面，绝对跟别人会有互动。除了他自己对自己的感觉以及自己对他人的感觉之外呢，他自己是怎么样处理他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所以有一个产后的妈妈，她要成为母亲，那她对于她自己成为母亲这件事，她的表现她觉得怎么样，然后周围的人怎么看她当一个妈妈。那在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挫折的时候，她是怎么用她的潜力来应付这些的压力跟困难。这个的结果就会影响她对她自己的看法，进而影响她的心理健康的层级。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身为一个护理人员，他要如何来增进他所照顾的产后妈妈的心理健康的一些策略。我们把策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生活健康的方面，健康的生活当然一定会有健康的饮食，均衡的饮食是很重要的。再来是睡眠跟休息，这一点我特别要强调。睡眠跟休息当然对每个人也很重要，对产后的妈妈也是很重要。很多的文章提到产后的妈妈会有疲惫的状况，但是我这边要强调的是，产后的妈妈您的作息绝对要跟着 baby 宝宝一起，意思就是说宝宝休息的时候您就要跟着休息，不要因为宝宝休息你就趁空的时间开始上网滑手机做一些自己的事，等到 baby 起来了你还要去帮忙照顾孩子，你就会抱怨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所以注意，刚生出来的宝宝是没有白天晚上之分的，所以照顾他的妈妈必须要跟着 baby 的作息而做休息。当然我们妇女要很清楚的了解，做一个妈妈承担这样子的角色，绝对不像之前还没有孩子的时候那么的自由，这种认知一定是要有的。但是偶尔也要适时的放松一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再来是产后的妈妈一定要有时间，要花时间跟精力去学习如何的照顾自己的宝宝，认识自己的宝宝以及照顾的技巧。再来是因为很多的妈妈都希望亲自哺乳，所以呢妈妈们也要理解哺乳过程中是一个新的经验，可能会遭遇到不知所措跟许多的挫折跟困难，这是一个正常的历程，不是只有你，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这样子的历程。
你并不孤单。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了解困难的地方，然后去找适当的资源。这个资源可以来自医护人员，也可以来自网络，跟您的周围的家人跟朋友都是很好的支持系统。除了刚刚提到的要有健康的生活形态之外，接下来维持心灵的健康策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调适自己的压力。在调适压力方面呢，首先产后的妈妈要很清楚，而且要接受产后的生理心理的改变，以及呢产后呢所有的注意力几乎都在照顾宝宝身上，跟着宝宝的需求在做变动。那你一定要接受这样子的生活改变的情形。所以你要知道，产后的初期宝宝黏着我们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你要试着让自己去接受 enjoy 这种关系的建立。再来，由于我们的焦点都是放在宝宝的身上，跟你过去的生活形态跟朋友互动的关系绝对会有改变，我们也要了解接受这样子的变化。那另外在调适方面，我们会建议妈妈们可以参加一些支持团体，例如母乳哺喂的支持团体，多跟你一样有这种新生儿或婴儿的妈妈接触，增加你的人际互动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互相的 share， 互相的分享。那再来是呢，我会建议产后的妈妈，你可以跟你的家人设定一些符合现实状况的一些期待，跟他们一起讨论，一起去完成。即使困难会产生，那也是正常的，所以要能够有能力去寻求实际的帮忙，例如您的家人、您的朋友等等的，尤其是您的先生，你都要适时的发出求救的讯号，需要他们协助的讯号，他们才知道要如何帮助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都是初为人母，即使是第二胎的妈妈跟第一胎的妈妈遇到的困难挫折也会有不一样，但是妈妈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要期待自己成为一个100分的妈妈，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接受自己也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经由经验的累积，我们才会面对困难挫折迎刃而解。当然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周遭有很多的支持网络跟社区的资源，我们可以寻求相关的资源。很高兴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产后期的妈妈相关的生理心理改变，以及解决他们压力的一些方法。由这些的内容，我们可以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产后护理机构的护产人员是家庭的身心的健康守门员，因为我们可以提供这些妇女及其他的家人适当的协助与照护，能够促进他们的健康，早期发现问题，早期做诊治，可以协助我们的妇女与其他的家人维持最佳的健康状态。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